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短短一天的时间，海波东就将其他几大势力都联络到位。他们将碰头的商谈地点放在一直保持中立的炼药师公会。萧炎清晨赶到米特尔家族的时候，正好遇见准备出门的海波东和亚菲。为了防止紫妍被美杜莎拐去偷别人的药材，萧炎一直将紫妍带在身边，而美杜莎也跟了上来。亚菲看着紧跟在萧炎身后的美杜莎，不着痕迹地问萧炎：“这位是？”萧炎察觉到一点不对劲，含糊着说这是他的朋友，让亚菲叫他彩铃就好。亚菲上前2步，盯着美杜莎那张精致完美的脸，夸赞彩铃小姐果然漂亮，难怪会在萧炎弟弟身边。一旁的萧炎有点愣住了，亚菲这话说的好像他在贪图彩铃的美貌一般。萧炎身为男人，或许难以察觉女人的一些小心思，但美杜莎却感觉到了亚菲话语中细微的敌意和警惕。察觉到亚菲对萧炎有一些特别的情感，美杜莎忍不住皱了皱眉，心中升起一股让她烦躁的情绪。她的脸色变冷，说萧炎正事不办，在这里啰嗦什么？萧炎心中一阵纳闷，觉得今天的亚菲和彩铃都不太对劲。一旁的海波东连忙一阵干咳，将亚菲拉到身后，生怕美杜莎这条美女蛇一个生气对亚菲出手。海波东让亚菲去忙其他的事情，亚菲不甘愿地点了点头。临走前，他缓步来到萧炎面前，为萧炎整理有些凌乱的衣袍，还不忘叮嘱萧炎这次商谈别意气用事，能拉拢一个帮手是一个。最后他提醒萧炎曾经答应他的承诺，萧炎心中触动，说自己当然不会忘。当年离开时他便说过，日后亚菲就是想当女王，自己也会竭尽全力帮他。见两人打情骂俏，海波东一阵干笑，他能感觉到萧炎背后的美杜莎脸色越来越冰冷。最后亚菲拍了拍萧炎的脑袋，转身离开。转身的时候，他的嘴角微微翘起，目光若有若无地瞥向美杜莎的方向。萧炎望着亚菲消失在视野中的身影，转过头对着美杜莎说：“走吧。”美杜莎冷笑一声，让萧炎没看够的话再跟上去看看吧。看着美杜莎转身离开的身影，萧炎有点奇怪，他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？一旁的海波东冲着萧炎竖起大拇指，说他可真行，竟然能把这条让加玛帝国闻风丧胆的美女蛇驯服了。萧炎摆摆手，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结，准备去见见那些老熟人。萧炎在法玛的带领下来到了炼药师公会的一处大厅，紧闭的房门打开，萧炎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。随后一道比3年前少了一份青涩和稚嫩的声音响起：“诸位3年不见，可都还好？”望着站在大门口依稀有些熟悉的脸，众人都有些恍惚。3年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并不算长，但这短短3年，萧炎却从里到外蜕变了一番。嘉刑天最先回过神，站起身和萧炎寒暄。萧炎缓步走进大厅，笑着和在座的一些人都打了声招呼，但却故意将纳兰杰和纳兰素晾在了一边。望着坐在海波东身旁的萧炎，他们2人的笑容有些勉强。萧炎的行为明摆着就是对纳兰家不满。随着众人的入席，加玛帝国最强的几方势力首领基本齐聚在这里。见人已到齐，萧炎也不绕弯子，直奔主题。云岚宗灭萧家乃血仇，萧炎不可不报，所以他和云岚宗注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今天召集在场的人前来，便是想和他们联手清除云岚宗这个帝国毒瘤。见嘉刑天和妖夜不太想表明立场，萧炎说起他在边境镇鬼关帮穆铁清除云岚宗长老的事。嘉刑天和妖夜目前还没有接到消息，所以听到萧炎的话，两人脸色大变。如果消息属实的话，那说明云岚宗已经开始对皇室出手了。云岚宗这几年的野心，在场的人都很清楚，他们除了被云岚宗灭掉，就只有臣服于他们这2种结果。而萧炎的出现给了他们第3个选择，萧炎让他们在决战之前必须要给他一个明确的立场。以加玛帝国如今的局势，已经不允许有人中立。萧炎的话说完，大厅中的气氛顿时有些压抑。嘉刑天、法玛、牧尘和纳兰杰几人皆陷入沉吟。这个立场一旦选错，日后必定将面临毁灭，所以他们一时之间很难下定主意。海波东出声说，米特尔家族是一定会站在萧炎这边的，而且以云山现在的样子，就算是投靠云岚宗，怕也没有什么好下场。牧尘轻咳一声，问萧炎这次和云岚宗大战有几分胜算。对于萧炎说的55分，众人都有些不太满意。
面对嘉刑天他们的质疑，萧炎说：斗皇强者我自然也有。在鹰骨老三人出现后，萧炎身旁出现一道有些虚幻的苍老身影。药老一边说着斗宗强者当然也有，一边散发出一股不逊色于斗宗强者的磅礴气息。药老一出现，满场鸦雀无声。萧炎也是一脸的惊讶，苦笑着说：老师，您怎么出来了？这是药老第一次在萧炎和美杜莎之外的人面前现身。药老很清楚，等萧炎和云岚宗决战时，自己也无法掩饰身形，这个时候现身，反倒能让犹豫不决的嘉刑天等人迅速选择立场。药老在萧炎身旁的椅子上坐下，目光扫向大厅中的砝码。砝码从药老出现后就陷入了沉思，像是在回想什么。听到药老轻笑着说：你便是当年那个小炼药师吧？你的气息我还记得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没想到倒也有些本事了。药老的话让砝码的身体猛地一抖，他难以置信地抬起头：您是当年的那位老先生？见萧炎有些疑惑，药老说自己当年在游历大陆时见砝码有些天赋，一时兴起就提拔了一下。砝码一脸激动地对着药老就准备下拜，不过在他的双脚即将沾地时，药老袖袍一挥，将砝码托起，让他别行这么大的礼。他能有现在的成就，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天赋。砝码站起身，对着药老行了一个晚辈礼，恭敬地说：点拨之恩，誓死难忘。见到在场的人都有些不自然，药老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自己不耽误他们谈正事了。在消失前，药老让他们好好思量一下这个立场该怎么选。斗宗强者的威胁让在场的人脸色微变。萧炎在药老消失后，手指敲着桌面，问他们可想好了。大厅再次陷入沉默。片刻后，砝码猛地一咬牙，说药老对他有点拨之恩，那炼药师公会便赌上一赌，全力助萧炎迎战云岚宗。砝码的话音落下不久，牧尘一拍桌子，咬着牙恶狠狠地表明他们也站在萧炎这边的立场。五大势力只剩下皇室和纳兰家没有表明立场。妖夜和嘉刑天对视一眼，问萧炎若是真的清除了云岚宗，他日后是否会成为另一个像云岚宗一样对皇室虎视眈眈的猛虎？萧炎向嘉刑天和妖夜保证，就算日后他的势力会成为加玛帝国的猛虎，但只要皇室不动心思，像云岚宗那种想要夺国权的事他不会做。见妖夜不太满意自己的保证，萧炎脸色一沉，警告他，若是这次他不出手的话，少则几月，多则1年，皇室便会彻底被云岚宗毁灭。他希望妖夜见好就收，不要以为是他求着他合作。一旁的嘉刑天笑着说，妖夜还年轻，让萧炎勿怪，这次剿灭云岚宗，皇室必定会倾尽全力。见皇室都已经表明立场，纳兰姐他们两人也异口同声地表明会共同迎战云岚宗。目的达成，萧炎心中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海波东刚想说话，就收到了亚飞传来的情报。随着纸条的展开，海波东的脸色一变，他舔了舔嘴，盯着萧炎说：云山那老家伙要在云岚宗办一场婚礼。萧炎的眼瞳微微一缩，这个所谓的婚礼是云山为古河和云韵他们两人举办的。听到是云韵的婚礼，萧炎的脸色瞬间阴郁了下来。大厅中的人也是一阵错愕。云山这个时候给古河和云韵举办婚礼，自然是想要拉拢古河。这些年，随着云韵被软禁，古河也开始疏远云岚宗，时不时的会找借口外出。没想到这次云山竟然舍得用云韵来套住他。海波东瞥了一眼脸色阴郁的萧炎，说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古河不过是单相思罢了。听到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云韵是被强迫的，萧炎脸上的阴郁消散了许多，而后便说古河在加玛帝国的声望极大，若是云岚宗有他相助，必定会极其麻烦，所以这个婚礼他们必须要竭尽全力的破坏。古河和云韵的婚礼在2日后，萧炎让在场的人这2日将事情准备好。2日后就是和云岚宗大决战之时。妖夜说，萧炎只要能击败云岚宗的强者，其余的弟子便交给皇室的军队来对付。他能保证，只要云山一死，云岚宗的余孽必定会在加玛帝国彻底被清除。萧炎看向嘉刑天，随意地说着，早就听说皇室有一头实力极强的守护兽，这一次事关重大，怕是也要将它拿出来了吧。
嘉兴天苦笑了一下，皇室的确有一头6阶的实力足以和7、8星斗皇匹敌的守护魔兽，但幽海蛟兽早年为皇室征战过多，身体隐患很多，如今的实力不及全盛状态的一半，就算参战效果也不大。而想要治愈幽海蛟兽的伤势，需要炼制出6品的浑元素骨丹，但整个加玛帝国只有古河才能炼制出来。萧炎让他们将丹药的事情交给自己，既然现在大家都站在同一条战线，他自然不会藏私。萧炎让嘉刑天将药材送过来，明天便会将丹药奉上。听到萧炎能炼制6品丹药，嘉刑天和妖夜开心的嘴都合不拢，觉得这次的合作真的不亏。将事情安排的差不多后，萧炎看向窗外，2日后便是他们这个联合的大军和云岚宗决一死战的时刻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